回到家时，天色已完全沉入黑夜。或许是冥冥中的安排，平时这时间该在客厅看电视的许金良和陈香兰，今天竟然难得的不在家。许彦君顾不得思考父母去哪了，他近乎连滚带爬的冲上3楼房间，反手锁上房门。他把房间所有的灯光开到最强，整个人蜷缩在床角的墙缝边，双手死死抱着膝盖，身体止不住的瑟瑟发抖。这都什么事？这到底是三小？他大口喘着气。鬼怪！神灵！烧红的佛珠！会发光的男人羽翼犬！这一切彻底击碎了他20几年来建立的唯物世界观。更可怕的是，他摘掉眼镜，视线竟然能穿透黑暗，看清墙角最细微的蛛丝。我怎么能看到那些东西？我不想看到啊！就在他自言自语，陷入恐慌的临界点时，他的背后毫无预警的透出一阵强烈的蓝光。燕军猛地向前扑倒。只见那颗曾没入他脊椎、刻满复杂蓝光阵纹的黑色石头，竟然自行从他背后冲了出来。悬浮在距离他面前约1尺远，与眼睛平齐的高度，缓缓旋转着。幽蓝的光芒在白炽灯下显得格外妖异，上面的阵形线条像是活的血管，节奏性的搏动着。燕军剧烈的起伏着胸膛，死死盯着这颗石头。过了好一阵子，见石头没有进一步的攻击意图，他随性且大条的神经才慢慢发挥作用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这石头是那天在七股鱼龙阵基看到的。他咽了口唾沫，心跳依旧很快。他躲在我身体里，所以昨晚是他帮我盖被子。今天王公说的元法也是因为他。好奇心渐渐压过了恐惧，他想起那800度的近视神迹般的痊愈，下意识的凑近身子，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那流转的蓝色阵纹上。他想看清那些线条的走向，想看透这颗石头的秘密。突然，他的视觉像被强行拉长，周围的空气剧烈扭曲。唰！景物瞬间抽离。当他再次眨眼时，眼前的白墙与书桌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空旷、深邃且充满压抑感的宏伟大殿。大殿约有100平的空间，四周的墙壁呈现出一种绝对吃光的黑色哑光材质，像是能吸进所有的声音与光线。9根粗壮的金色柱子参天而起，上面雕刻着繁复晦涩的远古纹路，透着一股沧桑且宏大的威压，支撑着看不见顶部的穹顶。大殿正中央有一张椭圆形的石桌，而在主位上静静安置着一张透明的近乎虚幻，像是钻石又像水晶刻成的椅子。靠北，这又是哪里？燕军惊慌失措，本能的放声大叫：这是哪里？我要回去，我要离开！这念头才刚升起，眼前的空间再度扭曲。唰！景物一闪，他整个人跌坐在房间的地板上，手还抓着刚才缩在墙角的被褥。寂静，死一般的寂静。燕军愣了3秒，随即猛地跳起来，脸上那种惊骇竟然慢慢转化为一种近乎狂热的惊喜，大喊一声：这不就是小说里的异度空间吗？这石头是个随身空间！他兴奋的脸色发红，大学生那种反正死不了就试试看的冒险精神瞬间爆发。他闭上眼，
脑海中强烈观想刚才那个黑墙大殿。进去！周围再度一闪，那股熟悉的空间拉扯感传来，他重新站立在那9根金色大柱之间。这大殿说大不大，除了石桌和水晶椅，显得有些空旷。他像个进了大观园的猴子，第一时间冲向那金色的柱子。这如果是金的，这辈子都不用工作了。他使尽全身力气，甚至用指甲去抠住身，试图刮下一点金粉。然而那柱子坚硬的如同恒星核心，不仅纹丝不动，还震得他指甲生疼。抠不动，他悻悻然的放弃，转身看向石桌。石桌触感冰冷平凡，看不出奇特之处。最后，他的目光落在了那张最显眼的水晶椅上。既然是主位，坐上去总没事吧？他大步跨上前，一屁股坐了下去。水晶椅的触感出乎意料的温暖，甚至带着一种温润的吸附力。就在他坐稳的瞬间，异变突生，前方的2根金色柱子竟发出无声的溶解，金色的外壳像液体般褪去，核心处分别现出了一颗电色光球与一颗紫色光球。这2颗光球在空中盘旋交织，最后竟融合成一颗约莫鹌鹑蛋大小、电子交错的奇异球体。等一下，那是啥？燕军瞪大眼睛，那颗鹌鹑蛋完全不给他反应的机会，化作一道电光，直接没入了他的眉心处。那是修行者口中的泥丸宫。那一瞬间，许彦军觉得自己的大脑不是被塞入了一颗蛋，而是被强行塞入了一头成年大象。大脑内部的压力瞬间爆表，剧痛让他连惨叫都发不出来。咚！他双眼一翻，整个人从水晶椅上栽倒，在大殿寂静的黑色地板上彻底晕了过去。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、留言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下次会更努力制作，期待您再次观看。